在聚光灯都投向埃隆·马斯克，世人翘首以盼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带来下一个重大突破的时刻。日本汽车业巨头丰田却不动声色地采取了行动，没有盛大的发布会，没有引人注目的宣传活动，也没有社交媒体上的热烈讨论。然而，一款全新的电动汽车悄然问世，这让特斯拉、比亚迪等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发展策略。这款车名为丰田 BZ5， 初看之下，它似乎只是一款普通的电动车型，但其背后所蕴含的设计理念却绝非平庸。当其他汽车制造商竞相宣传其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以及各种功能配置时，丰田却在默默地投入研发截然不同的技术。正是因为如此，整个行业此刻都弥漫着相同的疑问：丰田为何选择如此低调的姿态 ？BZ5 仅仅是又一款普通的电动汽车吗？亦或它承载着丰田更为深远的战略布局，旨在逐步改变整个电动汽车市场的格局？这款汽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续航能力、定价策略以及核心技术，这三者的完美结合令人难以置信，而故事的精彩之处也由此展开。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统治地位是否正面临着真正的挑战？丰田是否正在重演当年混合动力汽车的成功故事？在悄无声息中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不仅仅是一款新电动汽车的故事，它更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真正的变革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有时变革在不经意间降临，当人们意识到时，整个市场格局早已焕然一新。请务必观看视频的结尾，届时您将清晰地理解为何丰田 BZ5 能够引领整个行业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在继续观看之前，请订阅本频道，以便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视频资讯。谈及丰田的经营理念，关键在于理解。丰田从未盲目追逐市场潮流，在当今这个企业纷纷争夺首发和速度优势的时代，丰田始终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先观察、理解、学习，然后再采取具有长远影响的行动。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常说丰田的行动或许稍显迟缓，但一旦他出手，往往能够改写整个行业的规则。纵观全球市场，丰田的年均销量一直稳定在1000万辆左右，并且曾多次荣登全球汽车行业销量榜首。试想一下，如此惊人的业绩并非源于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或市场炒作，而是源于用户长久以来建立的信任。这份信任经历了数十年的积累，源于每一辆汽车、每一次客户体验的点滴积累。丰田在日本创立之初，怀揣着一个朴素的理念，制造普通人能够负担得起、不易出现故障且经久耐用的汽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念从日本传播至美国、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几乎所有主要的市场。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丰田也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可靠性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而不仅仅是依靠情感营销。随后，混合动力时代来临，当其他企业仍在探讨未来的燃料选择时，丰田率先推出了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当时，许多人对这项技术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不可行，但丰田保持了耐心，它收集数据，倾听客户反馈，不断改进技术。如今，丰田已成为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领导者。如今，电动汽车领域也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轨迹。人们质疑丰田为何迟迟不大规模进军纯电动汽车市场，但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丰田究竟在为未来的什么格局做准备？一家年销量数百万辆的汽车企业，任何决策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如果丰田全力投入电动汽车市场，不仅要考虑新车型本身，更需要统筹整个供应链、服务网络、电池寿命以及二手车价值等诸多方面。丰田深知，电动汽车不应该仅仅服务于富裕阶层或早期尝鲜者，而应该面向更广阔的大众市场。因此，他选择先在不同市场进行小规模的尝试，积累经验，然后再迈出更大的步伐。如今，当人们指责丰田入局太晚时，却往往忽略了正是丰田在全球悄然售出了数百万辆混合动力汽车，向消费者证明了新技术同样可以非常可靠。这才是丰田真正的优势所在，它不会被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冲昏头脑，而是基于真实的数据、长期的经验和实际的市场情况做出决策。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丰田始终在自我革新的过程中坚守其核心理念。无论是燃油汽车、混合动力汽车，还是如今的电动汽车，丰田的战略始终聚焦于以全心全意的态度，而非敷衍了事的进入每一个细分市场。正是因为如此，看似姗姗来迟的布局，最终往往展现出最为深远的影响力。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使得丰田能够持续稳居当今全球汽车产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参与者之列。BZ5 命名背后的深意，当丰田为其电动汽车选择 BZ 这个名称时，绝非随意的决定。BZ 代表着 Beyond Zero Emissions， 超越零排放。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构成了丰田 BZ5 整个理念体系的基石。通常在谈论电动汽车时，大多数企业总是在重复着相似的论调。
零排放、零油费、零噪音，但丰田的思考却超越了这些表面的概念。丰田认为，如果仅仅关注零排放而忽略了可靠性、实用性以及长期的耐用性，那么这场变革就是不完整的。超越零不仅意味着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更要切实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BZ5 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丰田认为，电动汽车不应该只是一个实验性的产品，而应该是能够让用户安心驾驶多年的可靠伙伴。正如今天人们依然能够舒适地驾驶车龄10到15年的丰田汽车一样，超越零排放的另一个核心理念在于，驾驶不仅仅是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移动，更应该是一种无需时刻担忧电量续航、系统故障或者车辆在几年后就变成一堆废铁的无忧体验。这种着眼长远的理念在丰田 BZ5 上尤为突出。至于设计， BZ5 并非那种初看就极力宣扬我来自未来的车型。如今，许多电动汽车似乎刻意设计的过于激进、棱角分明且充满未来感，以求迅速吸引眼球。但丰田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BZ5 的设计充满了未来感，但又不会显得过于浮夸。其车身线条简洁流畅且非常实用。从正面看，它既具有现代感，又不会显得咄咄逼人。这款车并非为那些追求短暂关注的群体打造，而是为那些将每天驾驶它的人而生。丰田深知，汽车不仅仅是陈列在展厅里的物品，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穿梭于拥挤的车流，应对复杂的停车问题以及完成长途旅行。正是因为如此， BZ5 的设计力求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确保历久弥新。这一理念在内饰设计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今，许多电动汽车的内饰都像是进入了一个太空舱，屏幕几乎遍布每一个角落，实体按键消失不见，所有的操作都依赖于触摸控制。这种充满未来感的设计固然新颖，但在日常使用中却常常令人感到困惑。丰田 BZ5 虽然也融入了科技元素，但始终以用户为中心，驾驶者不会被复杂的操作界面所淹没，核心信息清晰的呈现，操控按键的布局也十分合理，整个座舱始终保持着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丰田坚信，优秀的设计不应该需要用户费力思考，而应该是直观易懂的。正是因为如此， BZ5 的内饰既不显得浮夸，也没有过度的装饰，而是呈现出一种平衡与和谐。BZ5 的设计也引发了一个思考：电动汽车是否必须设计的与众不同？丰田以其独特的方式给出了答案。他坚信，真正的未来应该让普通人感到舒适和适应，而不仅仅是迎合那些狂热的科技爱好者。这种务实的设计语言使得丰田与其他企业区别开来。BZ5 不会让你产生使用一款高风险、不熟悉产品的忐忑感，它传递的是一种熟悉感与体验升级的融合。BZ5 的设计理念与外观所传递的信息是一致的，建立用户的信任比制造短暂的轰动效应更为重要。这正是丰田始终秉持的理念，不盲目追逐短暂的潮流，而是静待技术成熟，推出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产品。电池与技术，在电池与技术领域，丰田真正超越了其他电动汽车企业。当今的电动汽车市场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异的竞赛，谁能装上容量最大的电池，谁能宣称拥有最长的续航里程，谁能夸耀最快的充电速度。但丰田并未随波逐流，而是冷静地观察，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所有这些在5年或10年后还能正常运转吗？丰田的电动汽车技术并非建立在华而不实的宣传之上，而是立足于电池的耐久性、安全性以及长期的性能表现。丰田深知，汽车不应该仅仅在交付给用户的第一天看起来光鲜亮丽，它必须能够经年累月的稳定可靠运行。因此，丰田并未将电池的性能推向极限，而是将其控制在一个安全可靠的运行区间。这意味着，虽然从纸面参数上看可能显得较为保守，但在实际使用中，电池的寿命会更长，充放电循环次数也会更多，并且不会出现突然的性能衰减。丰田始终致力于确保客户在驾驶其电动汽车时免于任何不必要的恐惧与焦虑。无论是电池过热、续航里程骤降，还是系统故障，丰田的首要目标就是消除所有这类潜在的隐患，即使这意味着需要牺牲一些能够吸引眼球的参数数据。这种理念同样体现在丰田对续航里程的考量上。如今，大多数企业都将续航里程作为一个重要的营销噱头，400公里、500公里、700公里等等，但丰田却提出了质疑：这些标称的续航里程中，实际可用的是多少？
大多数人日常的驾驶距离究竟有多远？在何种温度条件下行驶？又在拥堵的路况中耗费了多少时间？丰田致力于解答这些实际问题。他认为，如果某款车宣称续航600公里，但在实际使用中只能稳定提供420至450公里的续航，那么企业更应该坦诚地告知用户真实可用的续航里程。丰田并不惧怕被指责其续航里程较低，因为他深知其所标注的续航里程在日常使用中始终能够保持一致。这种稳定性正是丰田真正的优势所在。电池的健康状况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多数消费者在购买新车时，往往只关注最初几年的性能表现，但丰田却着眼于第5年、第7年甚至第10年的表现。如果电池长期处于极限状态下运行，那么几年后其容量便会开始显著衰减。丰田致力于延缓这种衰减过程，因此其电池管理系统经过专门设计，以避免对电池施加不必要的压力。这种设计的优势在于，即使最初的数据看起来比较保守，但长期的性能仍然能够保持稳定。丰田深知，在全球市场中，消费者在购买新车时，不仅关注车辆的售价，更会考虑其未来的转售价值、维护成本以及整体的可靠性。电池衰减缓慢的电动汽车在二手车市场上自然更具竞争力。在续航表现方面，丰田同样强调其稳定性。如今，许多电动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能够展现出惊人的续航能力，但它们在城市拥堵、极端高温或低温环境下的表现却可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丰田希望其电动汽车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都能够保持其续航的可预测性，这意味着驾驶者应该能够清晰地预估其每天可以行驶的里程，而不会遇到意外的续航骤降等情况。这种可预测性是电动汽车能够真正普及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于首次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而言，丰田深知信任感比一时的激情更为重要，而这正是其推动电动汽车走向大众市场的核心理念。丰田在电池与续航里程方面的理念非常直接。电动汽车并非像智能手机那样每隔2-3年就更换一次的消费电子产品，而是一种需要长期承诺的交通工具。因此，其所采用的技术也必须具备长效性。通过避免浮夸的宣传，丰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我们销售的是一份安心感，而不仅仅是数字游戏。正是因为如此，即使丰田的电动汽车未必总是能够登上新闻头条，但这种策略对于那些追求稳定、安全、可靠使用体验的消费者而言，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或许将为未来的电动汽车市场开辟一条更加成熟和可持续的新路径定价策略。为何这可能成为电动汽车行业的变革者？在定价策略方面，丰田 BZ5 或许将悄然地改变整个电动汽车行业的格局。当前电动汽车市场存在一个明显的难题，要么价格高昂得令人望而却步，要么搭载了过多新技术而让普通消费者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许多人渴望购买电动汽车，但内心却充满了担忧，电池突然出现故障怎么办？车辆的技术原理太过复杂看不懂怎么办？未来二手车的贬值风险是否很大？丰田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 BZ5 的定价不仅追求表面上的亲民，更要让消费者确信这是一款稳妥可靠的选择。丰田深知大众市场的消费者不愿轻易冒险尝试新事物，他们想要的是性价比高、省心省事并且经久耐用的座驾。BZ5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进行定位，既不会过于高端，也不会刻意压低价格，而是恰好落在让消费者觉得没错，我能负担得起，而且风险可控的甜蜜点上。丰田定价策略的最大优势在于，它销售的不仅仅是一辆汽车，更是一整套完善的拥有体验。当消费者审视价格时，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展厅里的标价，更包括未来的保养维护成本、便捷的服务网络、充足的零配件供应以及车辆的残值保值率。丰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极其完善的服务网络，这让消费者深知，一旦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份无形的信心进一步巩固了 BZ5 的定价优势。许多消费者之所以对电动汽车望而却步，正是因为他们将其视为一种高端的实验性产品，或许只适合那些生活在大都市或者对科技充满热情的少数群体。BZ5 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固有的认知，它向市场宣告，电动汽车完全可以成为普通人的日常代步工具，无需过多的犹豫和顾虑即可轻松拥有。正是因为如此，其定价策略才显得极具潜力，它很可能吸引那些对电动汽车一直持观望态度的潜在消费者。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真正的威胁以及特斯拉和比亚迪可能面临的挑战。这三者之间并非直接的竞争关系，因为他们所销售的是截然不同的产品。特斯拉贩卖的是创新，其客户往往渴望最新的技术、极致的加速性能以及充满未来感的使用体验。
特斯拉贩卖的是一种激情，毋庸置疑，它让电动汽车变得非常酷炫。比亚迪则主要依靠其快速的响应速度和强大的规模效应。比亚迪通过快速推出各种新款车型，并采取积极的定价策略，力图迅速占领市场份额。比亚迪的重心在于销量和快速的扩张，但丰田所销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信任。信任看似无形，但在大众市场中却是最有价值的货币。普通家庭在购买汽车时，他们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它是否搭载了最新的科技，而是更关心这辆车会不会经常出问题。数十年来，丰田始终致力于解答这个核心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没有深入的研究，人们也会本能地信任丰田品牌。在电动汽车这样一个新兴的领域，这种信任感显得尤为珍贵。许多人在看到特斯拉时会惊叹于其卓越的性能，但也会对其潜在的风险有所担忧。他们赞赏比亚迪丰富的功能配置，但对其长期的可靠性可能会有所保留。而当他们的目光转向丰田时，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任感便油然而生。正是这种直觉上的信任，使得 BZ5 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丰田对特斯拉和比亚迪的真正攻势，并非在最前沿的市场，而是在更广阔的中间领域。它瞄准的是那些觉得特斯拉过于前卫激进，而对比亚迪又不够放心的消费者。BZ5 很可能成为他们通往电动汽车世界的桥梁，一个安全的入口。当数百万这类人群选择电动汽车时，整个市场的格局或许将被彻底重塑。特斯拉将继续以其创新引领潮流，比亚迪则以其速度赢得市场，但丰田很可能凭借其深厚的信任基础，在不声不响中积累起庞大的销量。中国与全球市场的隐形纽带。谈及中国与全球市场的隐形纽带时，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丰田 BZ5 仅在少数精选市场首发是一种限制或者无奈之举，但事实恰恰相反，丰田此举实属深思熟虑。对于中国市场的定位，丰田不仅将其视为一个庞大的市场，更将其看作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活体实验室。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汇聚了各种类型的消费者，既有热衷于最新科技的爱好者，也有精打细算的预算型买家，还有大规模采购的车队运营商，以及对价格非常敏感的首次购车者。丰田此举实属深谋远虑。对丰田而言，中国不仅是庞大的销售市场，更是一个重要的活体实验室。当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汇集了各种各样的消费者群体，包括科技爱好者、注重性价比的买家、运营车队的机构以及首次购车的用户。这里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如果一款电动汽车能够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并获得成功，那么它就有能力征服全球任何其他市场。正是因为如此，丰田选择在中国等市场率先推出像 BZ5 这样的车型。通过这种方式，丰田可以获取真实世界的使用数据，例如电池的稳定性如何，软件的性能表现如何，在极端高温或低温环境下的续航表现如何，以及最关键的普通用户是如何使用这款车的。丰田的理念是在全球范围内正式上市之前，需要的是确凿的事实依据，而不是基于假设的理论推导。丰田不依赖于实验室的测试数据或者小范围的试用反馈，在中国等市场，它可以获取数百万公里的真实用户使用数据，而这些数据会经过丰田工程师的精心分析。丰田的理念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产品之前，需要的是真实可靠的数据，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理论假设。它不满足于实验室的理想化测试或者小范围的体验试驾。在中国等关键市场，丰田能够收集到数百万公里真实用户的行驶数据，这些数据经过丰田团队的严谨分析，包括客户的满意点、遇到的问题和投诉、充电的习惯，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的服务体验等等。丰田会将所有这些宝贵的反馈融入到其后续的车型规划和技术改进中。正是因为如此，当丰田最终将其电动汽车推向全球市场时，其产品的成熟度和完善度往往已经远超其他竞争对手。大多数企业通常是先在全球范围内上市产品，然后再逐步解决用户反馈的问题，而丰田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它会先充分的发现和解决问题，然后再进行大规模的推广上市。这正是中国市场与丰田全球战略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紧密纽带。BZ5 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试验品，更是一个帮助丰田强化其未来全球电动汽车战略的重要学习平台。这正是电动汽车产业下一阶段的关键切入点。迄今为止，电动汽车领域的竞争主要围绕续航里程展开。谁能宣称拥有更长的行驶里程，谁能展示更快的充电速度，市场营销策略也始终围绕着这些维度展开。但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消费者不再仅仅关注宣传册上的数字，他们开始更深入地询问
这款车在实际使用中的表现如何？电池的寿命能维持多久？每年的保养费用是多少？未来的转售价值又会怎样？换句话说，电动汽车的竞争正从单纯的秀肌肉转向更加注重实际的使用价值。丰田早已洞察到这一转变。BZ5 的问世预示着下一阶段的市场竞争焦点或许将转向可靠性与性价比之战。电动汽车将不再仅仅是技术展示的舞台，而会真正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实用工具。当这一转变真正发生时，用户的信任将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普通消费者不希望自己的爱车每个月都需要进行软件更新或者维修保养，他们期待的是爱车能够默默地履行其职责，启动行驶，安全地将他们送达目的地，全程无需担心任何意外情况。丰田的整个发展历程正是建立在这种用户期望之上，而 BZ5 正是将这份宝贵的传承移植到电动汽车领域的尝试。经济性同样是新阶段的关键要素。随着电动汽车普及率的逐步提高，政府补贴政策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真正的市场竞争将聚焦于车辆的价格以及长期的持有成本。丰田 BZ5 的出现证明了电动汽车可以逐步走向大众化，而无需牺牲产品的品质和可靠性。这并非意味着技术创新将会停滞，而是创新的重心将从追求炫目的新功能转向更持久、更可靠的解决方案。BZ5 正是这一变革的有力证明，它不会高调宣称我是最先进的，而是以一种更沉稳的姿态宣告我生来持久耐用。电动汽车行业现已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在早期尝鲜者之后，真正的普通用户正陆续加入这个行列。这些消费者更加渴望的是稳定可靠的使用体验，而不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实验性产品。丰田正是深刻洞察了这部分用户的需求，并以此为导向稳步前进。如果您喜欢此类深度汽车科技内容，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为视频点赞，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